今天这个事吧也真是够让我毁三观的。有个二婚女，36岁了，带了个10岁的女儿，好不容易我给她找了个42岁的二婚男，也带个孩子12岁。你说吧，这两个人不管从年龄、相貌、婚况和经济状况来讲，都挺般配的，谁也不要嫌弃谁，对吧？那两个人相处了3个多月，不行了，今天这女的就来找我说了一堆男的的不是，就你们来评评理吧，这到底是谁的问题？这女的说，我当时呢就觉得我们俩各方面条件还蛮合适的，就想处一处试试看。但是这个男的就很不积极的样子，从来不主动聊天打电话，也不发信息。我呢约他出来逛一逛，他很少说话也来过我们家吃饭，但是他每次都空着手来的，连个水果都不会买。女的就觉得，我虽然不差这3瓜2枣的，但是这么个成年人了，你连个最基本的人情世故你都不会吗？这是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处处都是我在主动，所以我觉得我把自己弄得一副很不值钱的样子。正是因为我离过婚，单身的女人，她是不是就觉得可以白嫖试一试？是不是觉得反正不用负责任？所以我觉得二婚我就是要图钱。那如果连钱都图不到的话，那我还图他什么？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的东西，难道结婚以后会有吗？如果感情不落实到吃饭、穿衣、睡觉、数钱，那他有金山银山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如果觉得这份感情根本就不需要花钱，或者说我不值得他为我花钱，那我就放弃算了，没有继续接触的必要。真正满眼是你的人，那是一定会时时刻刻想着为你花点钱，会琢磨着你喜欢什么东西，会处处为你着想的，让你开心一点。虽然说谈钱很现实，但是这也很真实一个连钱都不舍得为你花的人，怎么会舍得爱你呢？可能钱才是他的命，那他就跟他的钱过去吧。我听他说完这一大堆牢骚之后我当着他的面给这个男士打了个电话沟通了一下情况。男士说，他经历了2段婚姻，真的被骗怕了，现在真的是不敢付出了。这女的一听马上接过来就骂上了，她冲着电话里就说，我呸，抠门就是抠门，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如果连买个水果都是要花钱的话，那别人要是请你吃顿饭，你是不是觉得人都是骗子呀？你就是骨子里就是自私，与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你什么玩意儿难怪会离2次婚。男士一听就没说话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说一说这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你们看现在的单身男女真的是遍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男女那想法就很对立。你比如说男生他不愿意追求女生了，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请客吃饭送礼红包转账讨好。假定追求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的时间和3万块钱，那如果大概率追不到的话，1年追5个女生，那就是15万，没准最后还什么戏都没有。所以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这就是为啥男生说能行咱就处，不行咱就拉倒。我这辈子只给3个女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很有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他们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打水漂了。那你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想的是你追求我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婚了是不是会更抠门这种小气的男人我才不嫁呢。舍不得花钱的男人说明他不爱你。还有吧，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女生呢总是想咱多聊聊天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天都没有聊好，那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是见面都不见，聊什么天呀？有那么多好聊的吗？聊啥呀？还有关于那件事情女生想的是你啥都没有付出，就想那事儿，白嫖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那我也还得考验考验你的诚意到位不到位。那男生想的是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就不行呢？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连手都没有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说不合适。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求女生了，
大家都应该知道啊，爱情它应该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你就接触，看不上啊就拉倒，用慢热、考验这些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付出，这真的不叫爱，这是在骗呀！你们到底明白了没有？相亲对象一上来就问你房子、车子和收入，你们觉得对这样的女生你会有好感吗？最近有一个自认为条件很优越的女孩，连续相了4位优秀男生，每个男生反馈回来的信息啊，都令我很无语。第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见完面之后啊，反馈跟我说，这个女孩第2次出去吃饭啊，就问男生家里到底有几套房产，刨根问底儿，多少平米啊，在什么位置啊，都在谁的名下。然后饭局结束的时候，估计呢是觉得这个男生条件挺好的，就问男生说，你觉得谈多久可以确定恋爱关系呢？妈呀，男生直接被问懵了啊！然后呢，这个男生就问我，现在的女生啊都这么主动了吗？我们才吃了1顿饭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能确定关系吗？着实在他意料之外。那第2个男生呢，家境也很好，暂时在北京还没有买房，但是人家的实力啊，北京买房随时可以。这个女孩第1次吃饭的时候啊，就问这个男生啊，以后打算在什么地方买房？自己觉得呢，还是要在北京买个学区房。自己家里呢，在北京已经买了房了。男士一问啊，是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而且呢，在郊区。但是这个女孩呢，就好像摆出了一副你连个房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架势。她的这种态度让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太肤浅了啊，很无语。第3个男生呢是自己做生意的，前几年呢生意好的时候1年能挣几百万，最近呢1年因为转战线上嘛，收入就稍微的有点下降了，目前呢估计也就100多万。这个女孩呢也是啊，跟人家问了个底儿调，把人家近5年的全部年收入啊都问了个遍，然后呢她还看不起这个男孩现在的收入，嫌太少了。我就不明白了，做生意的有那么稳吗？哪年低一点哪年高一点，那不很正常吗？甚至什么时候亏了倒闭了都不好说。你们说他是不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还一心要找一个做生意的啊有钱人，一副只想共享繁华不能共担风险的嘴脸。说实话，红娘老师我呀发自内心瞧不起他。第4位男生的反馈更有意思啊，这位呢也是自己做生意的，年入很高，我就不说具体了，人家呢基本都财富自由了。这个女孩啊真的是很无脑啊，问人家有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问人家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子。实际这位男士在国内有很多处别墅和房产啊，还有写字楼，北京只不过呢暂时没有买而已。一套房子在他的眼里，那这不是小意思吗？但是这个女孩啊，就只盯着人家的问题看啊，不看人家的综合实力。说句实话，这几个男生没有一个配不上她的。我估计啊，她相那一大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她为什么总是盯着这些东西问，会很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这个毕竟是相亲，结果她还反问我，说都出来相亲了，不应该直白一点吗？问这些问题问清楚点不应该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问男生这些问题就等于男生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打过几次胎是一样的道理，你舒服吗？你们说对不对？最近有一个大龄剩女啊来我的许愿池了啊，许了个愿，说等我交了一个男朋友的话，我不跟他要房子要车子了，我的房子写他的名字都可以，车子呢我也可以给他开，每个月我赚的钱全部都给他，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也不要求他做家务，节日也不用给我买礼物，我给他买，他不高兴了我哄他开心，如果结婚的话我出嫁妆，他不用给我彩礼，婚礼的费用呢全部都由我来出，3亲啥的他都不用操心的。婚后我们要是有了孩子，那得跟他姓，孩子呢也不用他带，我自己来，总之我负责赚钱养家，他呢可以负责英俊潇洒就行了。而且呢我还要做好家务，给他洗衣服做饭端茶倒水，他要是困了累了，我再给他捶个背洗个脚泡个热水澡什么的。男人嘛天生就是应该来享福的，要不他娶我是为了什么呢？不仅如此啊，我还要把他的父母啊当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去伺候，做一个孝顺的儿媳妇。你说这样的我好不好啊？哎，就是不知道哪个男人会有这样的福气能娶到我呢？你们看看啊，这个许愿许的是不是很梦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啊，现在呀，很多大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大龄剩女，其实她们是很焦虑的。
有人说啊，我们天天在吐槽女生制造焦虑，其实你们自己不觉得这些焦虑是你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吗？我们怎么就不吐槽男生呢？因为就从找对象这一项来说啊，从条件要求来讲，男生真的没有你们女生要求那么多啊。人家男生最多就要求一个年龄和长相，性格好一点就行了。条件好点的男生顶多加上一个学历好，其他的人家都没有什么要求了。我们还能说人家啥呀？我们还吐槽人家什么呀？而女生的要求可不是这么简单啊！你们那个条件要求恨不得都要写成小作文了，什么长相了、颜值了、身高了、学历了、人品了、工作收入了、家境了、房子了、车子了，谈恋爱男生得主动了，得付出了，要买礼物，要表心了，要转账，要现金了，结婚要彩礼，要3金了。男朋友就得像个舔狗一样，否则啊，你就不配我。年轻的时候啊，你们不就是这么作的吗？把一些很好的男生都给作没了，等到快30岁了来相亲了，就不打算要爱情了，得找个有钱的人接盘。说实话，你把人家有钱人当傻子呀。然后呢，等你过了33岁，真正进入大龄剩女的行列之后，你还能挑什么样的男人呢？这个时候啊，我说实话，你可能连那会儿看不上的男人啊，你都不一定找得到了。你要是过了35岁啊，那真的是啊，已经走在了齐天大圣的路上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遇到的更多的是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了，那可能没有几个是正常的啊，你懂吗？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无语，在征婚这件事情上，总有女人把女人的择偶标准当作是男人的择偶标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比如说啊，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第一需求，就是男人的经济条件得好，对吧？收入越高越好啊。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高收入的女人啊，她们就会有一种思维，我一年挣好几百万，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一个年挣好几百万的男人呢？甚至有的要求啊，年收入1000万级的，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或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找个男人啊，得镇得住自己的，得让自己有仰视感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的个案我们且不去讨论了啊，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我们就说一说大部分的情况。如果一个女人年入好几百万，基本上啊，她很少是属于年轻的状态了，一般都是在30岁以上了啊，甚至是年龄更大一些的女性。其实呢，从年龄来讲，可能找对象已经是一个劣势了，对吗？男人们一定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那么再有就是啊，你收入好几百万，遇到个收入好几百万的，或者是收入1000万的，这个男人如果还不算老的话，那么他看得上你这几百个吗？就退一万步说，你可能家境富足，资产过亿，如果他的资产在你之上的话，那他可能也并不需要你的那个资产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人你的财富是自己的啊，你不需要拿出来共享。而男人的财富呢，是要养家的啊，是必须要跟妻子儿女去共享的。所以男人其实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他不会太要求对方的经济状况的。你确实很优秀，你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但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温柔懂事能跟自己相处舒服的女人而已。所以你的优秀啊，很难成为他的爱情，最多也就是能比较欣赏你这个啊跟爱情也是不沾边了的，对吗？还有一点啊，有的女人她遇到了比自己优秀的男人，但是啊她什么都不想付出也不想努力，他们就觉得我又不缺钱了我没有必要去迎合你，去讨好你，凭什么？可是你又想要找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你又不想付出努力，那人家又凭什么呢？你所谓的你的优秀不代表别人就需要你这个价值所以你所谓的优秀可能就是我很能赚钱，我的学历很高那我的性格呢是比较自我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奢求我就是要强势，我就是要任性的来我找一个男的呢，他就得优秀，还得有钱，还得包容理解我。那人家优秀的有钱的男人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吗？人家为什么要找你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包容一个人？所有的人赚钱或者是想走到高位的，追求的本质就是自由，本身追求的就是那种掌控感、自由感。我不需要被别人约束着，你想要让你自己更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追求这种自由，对不对？我不想花心思去搞定男人，我不想讨好男人，我也不想去对任何人那么用心。那本身你也是在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那你凭什么
你就要强势，就要任性，而对方就得包容你，迁就你呢，对不对？最近呢，有个相亲的女孩啊，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现在的男生是咋回事呢？都不主动追女生了。那你要是不追，怎么谈恋爱呀？你要是不谈恋爱，那怎么结婚呢？你不结婚，又哪来的后代呢？你没有后代，你们家香火不就断了吗？那社会还怎么发展呀？我就跟她说啊，现在的男生他不是不想谈恋爱，大部分的普通男生那是谈不起恋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赚的钱还不够女生霍霍的，知道吗？这事儿很现实。我就给你算个账啊，假设一个男生在北京一个月累死累活啊，赚2万多，每个月他的房租算3000吧，水电煤气上网费，吃喝拉撒啊，勤住坐卧，交通费算下来5000左右差不多，这就7、8千没了。这也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基本生活，这还没有算买衣服买鞋和那些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还有很多的人情往来也要用钱，我们就满打满算1万块钱，那他还有1万可以省下来，对吧？可是如果他交一个女朋友啊，那我不得不大方点了，对不对？每周得约会吧，约会不得男生主要来买单吗？哪个女生谈恋爱的时候会主动买过几次单呀？她们自己可能掰着手指头啊都能数得出来，对吧？更何况大部分女生都喝过毒鸡汤，什么男人不给你花钱就是没有诚意，就是不爱你，这话不就是逼着男生得主动花钱主动买单吗？但凡遇到个把钱当纸的女人，那别说自己攒1分钱了，可能连老本都得赔进去，甚至还得动用父母的存款和养老金。关键的是到最后可能女生还嫌自己穷，觉得不合适分了，男生得个人财两空，他何必呢？所以他们现在真的不瞅准了是不下手。问题是现在有很多的女生也说自己不愿意谈恋爱了，其实呢是因为男生开始清醒了人家不想徒劳的付出了，所以这些女生既得不到感情也得不到钱，他们就说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了。特别是有些大龄剩女他们的心态，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年龄大吗？他们比谁都清楚的，所以他们总希望呢能一次性上位，找一个条件好的。所以男生们被 PUA 时间长了也看得很懂了恋爱是咋回事。我追求你呢，你说我是舔狗我跟你讲道理呢，你说我 PUA 你我跟你讲未来呢，你说我在给你画饼。有时候一个普通的男生可能他不是不爱你，而是一想到钱他就没法爱你了。你别跟他说难道钱比我更重要吗？你还真别较这个真儿人当然比钱重要，但是男生没有了你，他的钱还在但是他如果没有了钱，那他也就没有你了。很多女生都掉进了资本营造的浪漫陷阱里一年10个节都要过，你要的浪漫仪式感都是钱，知道吗？你要的各种生活的小惊喜都是钱，明白吗？到最后明明就是男人花的钱不够到位，不够满意你还要说成是人家不够爱你，你失落了，你不高兴了那他就会觉得，既然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那我们还是分手吧。即便是你爱你的男生，但是你还是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可以给你那种生活的人。所以现在的女生真的没有爱情，而男生呢还在想着可以拥有一份纯粹些的爱情。但是他们现在也懂了在金钱面前，爱情已经什么也不是了。虽然赚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比爱你要简单多了明白吗？有些大龄剩女真的是古怪到家了，真的不是我非要说你们，我对你们也绝对没有偏见的。我呢是做红娘的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正确的择偶观，有正确的婚恋观。可是在我工作中大量的遇到大龄剩女，真的没有几个不带点这个那个的问题。就你们自己看一看是不是这样首先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你就别太挑了，对不对？你偏不，你来找个对象列出几十条要求，什么奇葩条件都有。比如说你觉得男生1年挣50万还只是一个基本生活水平，那我就不太懂了你1年才挣10来万，我也没见你去讨饭呀，那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比如说你觉得男生一套房子不够，必须得有2套房，因为以后父母来住在一起不习惯。那你是不是没有概念呀北京的房价你是觉得太便宜了吗？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就得主动付出，就得拿出诚意来，那你的诚意又在哪里？
不花钱或者少花钱，那就叫男生想白嫖你。那按照你这个意思，是不是多花点钱就可以嫖你了？关键的是啊，人家啊可能花了很多钱，诚意也到位了，你呢也不一定会跟人家在一起。说不合适的时候，你1分钱也不会退给人家，对不对？说起来啊，就是男生自己主动给你花的啊，又没有人逼他。我就觉得啊，你们自己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了啊，但是商品它还有保质期呢，你都过了保质期了，好不好？这句话不管男女啊都一样适用的。这个就是现实世界，你都给自己定价了，就不要怪别人啊把你当作物品。你还天天的警告人家，哎呀我自己很慢热，要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还有啊动不动啊婚后钱要给你管，你那是真的想管钱吗？我看啊你只不过是真的想花钱。你说你爸都是上交工资卡的，那我就问你，你有你妈的那一份勤俭持家的本事吗？就这样的思想观念啊，找个对象还要提出800条要求，我看啊这个地球上啊都没有配得上你的男人，你就别找了，自己单着挺好，你说是不是？这红娘做久了啊，真的是啊，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见到，什么样的事儿你都能碰到。我一直呢都在说要抵制毒鸡汤泛滥，可是啊，我现在觉得毒鸡汤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有些女人那颗不知廉耻的心啊，一谈恋爱就想着办法啊搞男人的钱。最近有一个24岁的姑娘啊跟我说，她相亲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大叔，这个大叔呢真的是很喜欢她，对她很好，也很大方，要什么买什么，真的是像疼女儿一样疼她。谈了快1年了，大叔给她送了套房子，说想跟她结婚。姑娘说那结婚的话得先给她买一辆80万以上的车，再给她200万现金，才愿意跟大叔去见父母。大叔虽然答应了她，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我就问她，你是真心想嫁给他吗？我这一问，他反而有点犹豫了，说我就是想拿了钱之后再说嘛。然后啊，他还问我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叔先把钱给他。我当时听了这话啊，气都不打一处来了，真的不知道啊，什么样的父母能生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来呢？现在一些年轻的女生真的是啊，道德很沦丧啊，已经都没有下限了。渣女的数量啊，我觉得比渣男的数量要多几10倍都不止。他还给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是一个主播啊在教年轻的女生怎么搞男人的钱。这个视频啊居然点赞几10万啊，评论区里边全是女人，一帮年轻的小绿茶啊，各种提问，各种分享攀比啊，在男人那儿搞了多少钱啊。那些30、40岁的女人啊也跟着起哄啊，懊悔啊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啊，完全就不懂这些套路，恨自己学得太晚了，白活了这么多年，真的是啊毁三观。这满屏啊都是怎么搞钱，怎么搞大叔。我想说啊，这些丑恶的灵魂怎么是怎么练就的呢？这些人的有灵魂啊，我觉得都是抬举他们的。这些丑恶的嘴脸啊，真的是令人作呕。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词穷，道德沦丧啊，到如此境界，真的是人类的悲哀。竟如此赤裸裸的啊，暴露丑恶的人性。如今呢，这些渣男啊，跟这些渣女啊相比啊，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么多想不捞二货的人啊，不知廉耻的心，怎么会没有毒鸡汤泛滥呢？为什么毒鸡汤毒不到男人呢？因为男人觉得这些什么套路啊、攻心计啊，他觉得是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不太被他们主流的群体接受的嘛。一个搞钱视频啊，几10万的点赞啊，如此庞大的数量，这种丑恶的势力啊，不可小觑的。同时呢，也提醒那些想通过套路搞钱的女人，想做绿茶的女人，别把男人当傻瓜。他愿意给你花钱，那是爱你，不是傻，你懂吗？我就发现啊，现在的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以下观点你是不是也会有？幻觉一啊，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我，有的是大把的男人追我的。我拜托啊，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啊，那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2，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可是据我观察，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性，挤破了头要嫁出去的。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都会被家里人啊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幻觉3，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我真的是啊，我想笑出声来的。你是认为找个有钱人很容易吗？
那有钱人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吗？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呀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4，只要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的，低头来哄我，不哄，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小妹，你真的太天真了。发生了关系，男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不大。真的会来哄你的，那是真爱。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幻觉5，我跟你离了婚，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我的那个天呀哦，你还真的是中毒中得太深了啊！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都找不到对象了，就你一个离异的女人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啊？别跟我说你优秀啊，男人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的优秀啊他还真看不上，明白吗？今天有个挺有趣的事儿啊，我来聊一聊。今天上午啊，有一个89年的男生啊来我们这儿呢咨询一些相亲的事儿啊，正好呢有一个93年的女生呢也在这儿。这个姑娘呢正在跟前男友通电话啊，就那个声音啊分贝特别高，大家都能听得到的那种。就听到她在电话里边啊大声的数落她的前男友，她说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连20万的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上班挣的那点钱够干什么用？你自己喝西北风，你还想带上我呀？别跟我说什么感情，你不想付出就想娶我呀，门都不会有的。还有啊，你们家那个房子才60-70平，让你加个名字给我点安全感，你就找各种借口不同意，说这是你父母的房子，那你倒是自己买一套啊。没有能力结婚就别做白日梦了，以后啊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吗？他挂完电话之后啊，那个89年的男生啊正在旁边填写信息，这个女生呢就偷偷的凑过去啊看了一眼，转过头就跟我说啊，你看这个男生的条件啊，就是我就特别满意的，能不能现在给我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我呢就拿过那个男生啊填写的信息看了一下啊，185的个子啊，美国海归硕士，北京人，家里有好几套房子，男孩呢自己年收入60多万。然后啊我就过去问那个男生了啊，我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男生说啊，我想找个95后，身高呢1.68米以上，最好是北京本地人，硕士学历，长相漂亮点的。我结婚是不讲究彩礼什么的，如果女方那边要提彩礼的话就免谈了。另外我们家房子挺多，但是啊都是在我父母名下的，所以我也不可能给我的老婆加名字，最好她自己呢也有房子。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看见旁边93年的这个姑娘啊一脸的尴尬啊，因为她没有一条是符合对方要求的。但是你们知道怎么着吗？她这个时候很不甘心啊，她居然就厚着脸皮啊上去要这个男生的微信。男生说就别加了吧啊，我呢对你这种普信女一点兴趣都不会有，你倒贴给我我都不会要。你们看看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姑娘啊被狠狠的打脸了啊。我跟你们说一个相亲真相吧，当你对一个人的身高、长相、学历、家境各个方面你都很满意的时候，这个人他100%是看不上你的，你信吗？